老子一书成书于春秋末期，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多个书名，得道经、道德经、道德真经、老子5000言等，简称老子文。那究竟哪个名字才更准确？得道经是德经在前，道经在后的顺序，道德经则相反。世传老子文以道德经为多，而其肇始盖始于西汉和尚公著老子文的和尚公章句。王弼注本也是。得道经则以帛书甲乙本为代表，且是最早最完整的老子文版本。东汉严尊的老子指归也是得道经，可惜残缺。在早战国末期的韩非子解老也是得道经的顺序，当是节抄本。由此可见，得道经的出现早于道德经。有的学者分析，道是德之本，老子尊道而贵德，道是基础，德为道之属性，所以老子文是道德经。这种观点也辩驳是有难度的。其实这种观点前后没有因果关系，道是客观存在的，人可以为道修行。如学习开车，人就具有了驾驶之道，那德就是学习驾驶的态度、能力、方式方法。学会驾驶即得驾驶之道了，即得道。没有德，怎么能得道呢？学习道德经，开篇就是道经，首章断句就有争议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人没有体会到妙，也没能进门，就眩晕进入无里物了，更别说后面晦涩难懂兼混乱的章节文句了。得道经先从德入手，德是人先天的本性加后天的修行。人之初无善恶，因而最接近自然状态，没有主观意识，呼吸、进食、排泄、抓握等是自然之德。上小学了，学写作文，先学认、读、写字、词、句，循序渐进，会熟练运用句子了，才能写作文。写出一篇好作文了，即得作文之道。而这一过程中的修为是德，此为后天之德。古人的作文之道，今人不学习，就不会做文言文了，即失去了做古文之道，此为失道。有德有失，得失之间包含了辩证法。德者，内也；德者，外也。内外兼修，方为有德。既然是得道经，就会讲着重德，而不深究失。在战国时期，由于战乱、围边三绝儒道相争等原因，老子文混乱了，出现了除简本、韩非子解老本的节抄本，直至完整的帛书本作为随葬品入土。而老子列传记载的著书15篇不是被漠视，就是疑惑不解，其实是在秦之前失传了，演变成了帛书本。第1章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故常无欲以观其妙，常有欲以观其徼。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解释：道可以说出来的，就不是永恒的道；名可以叫出来的，就不是永恒的名。无是天地原始的名字，有是产生万物的名字。所以常从无中去观察道的奥妙，常从有中去观察道的运行。这两者是同一个来源，只是名称不同，都可说是含义深远。深远在深远，就是一切奥妙的总门。第2章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已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无相生，
难易相成，长短相形，高下相倾，音声相和，前后相随，恒也。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万物作而弗始，生而弗有，为而弗恃，功成而不居。夫为弗居，是以不去。解释：天下都知道美的就是美的，就是因为有丑的了；都知道善的就是善的，就是因为有恶的了。所以有和无互助产生，难和易互相形成，长和短互相包容，高和下互相包容，因和生互助协和，前和后互助跟从。因此圣人以无为处理事物，实行无言的教导，万物自己发生变化而不为它开头耳，抚育了万物而不自恃己能，成功了而不居功。正是因为不居功，所以功绩不会失去。第3章，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心不乱。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常使民无知无欲，使夫智者不敢为也。为无为，则无不治。解释：不推崇有才能的人，免得人民竞争，不诊视难得的货物，不让看到人民去当盗贼，不让看到可以引起贪欲的事物，使民心不被扰乱。因此圣人治理天下，使天下人心里空空的，吃得饱饱的，没有争强逞能的志向，身体棒棒的，经常使人民没有心智和欲望，使那些有心智的人也不敢妄为。用无为的原则办事，就没有办不成的事。第4章，道冲而用之或不盈。渊兮，似万物之宗。道是空虚的，而作用却是没有穷尽的。深远的很哪，好像是万物的宗主，挫灭锐气，解脱纠纷，含蓄光亮，混同构成。幽隐的很哪，似亡而实存。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产生的，有天地之前就有它。第5章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天地之间，其犹橐越乎？虚而不屈，动而欲出，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解释：天地无所谓仁慈，任凭万物自生自灭；圣人无所谓仁慈，任凭百姓自生自灭。天地之间不正像个风箱吗？虽然空虚，但不短缺，越拉动它，风量越多。说的多了就行不通了，还不如保持适中的态度。第6章，古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，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解释：空虚是永恒存在的，这叫做深奥的母性。深奥的母性是天地的根源，它连绵不断地存在着，其作用无穷无尽。第7章，天长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长生。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非以其无私邪，故能成其私。解释：天长地久。天长地久所以能够长期存在，因为它生存不是为自己，所以能够长久生存。因此圣人把自己放在后面，反而站在前面，把自己置之度外，反而得到保全。这不正是他不自私吗？所以能达到自私的目的。第8章，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
心善渊，与善人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是善能，动善时。解释：最上等的善要像水一样，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之争夺，停留在众人讨厌的低洼地方，所以最接近道。居住在善于选择地方，存心善于保持深审，交友善于真诚相爱，说话善于遵守信用，为政善于有条有理，办事善于发挥能力，行动善于掌握时机。正因为他与世无争，所以才不会招惹怨恨。第9章，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；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解释：端得满满的，不如适可而止；磨得尖尖的，锐利难保长久。金玉满堂，不可能长期守住，因富贵而产生骄傲，就会给自己带来灾害。成功了，就急流勇退，这才合乎自然的道理。第10章，在营破抱衣，能无离乎？专气致柔，能如婴儿乎？涤除玄鉴，能如疵乎？爱国治民，能无为乎？天门开合，能为辞乎？明白四达，能无知乎？解释：精神与形体合一，能不分离吗？聚集精气达到柔顺，能像婴儿吗？洗清杂念，深入内省，能没有缺点吗？爱民治国，能不耍小聪明吗？五官与外界接触，能甘于示弱吗？什么都明白，能不妄为吗？生长万物，养育万物，生长万物而不据为己有，养育万物而自己无所仗势，统领万物而不自居为主宰，这就是最深远的德。